这个月我们全家去拉斯维加斯和棕榈泉玩了10几天，这次也是陈英俊出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，以前我们都是开车去的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带婴儿坐飞机，我自己也很紧张，怕准备不充分或者宝宝哭闹会影响到别人。但是这次坐飞机竟然出人意料的顺利，陈英俊整个过程都非常兴奋，非常开心，但没有吵闹，只是一直跟我们玩，该好好坐着和安静的时候也都很配合。接下来就跟大家聊聊2岁以下宝宝坐飞机你需要知道的事情。宝宝机票，在美国境内的航班是不需要买票的，也就是说免费的，只是大人在 check in 的时候需要加一个 lap infant， 就是让宝宝坐在大人腿上，这样就可以给宝宝单独出一个登机牌，登机的时候要刷的。国际航班的价格要看各个航空公司的规定，一般来说是在成人票价的10%左右。如果需要单独给宝宝一个座位，那么是需要花钱的。一个大人可以带一个2岁以下的宝宝，如果你有2个宝宝，那么至少需要2个大人，或者如果你独自一人带2个宝宝，那么需要给其中一个宝宝买座位，并且给他带适合的安全座椅。这个大人的定义也不一定是成年人，一般是指12岁到15岁以上的人。如果你的宝宝小于7天或者14天，美国有些航空公司对宝宝的乘坐有更多的要求，具体的可以去航空公司查一下。然后呢，需要带宝宝的出生证明或者护照。另外我查了一下国内的规定，出生以后14天至2周岁的宝宝需要购买相当于成人票价10%的婴儿票，且无需购买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费。但是这个婴儿票是不含座位的，需要由大人抱着，或者看航空公司能否提供婴儿睡篮。安全座椅，我们在拉斯维加斯1周以后需要租车，然后开车去棕榈泉，所以需要给宝宝带安全座椅。安全座椅作为超大行李是需要托运的，我们乘坐的是美联航，大人可以免费托运2个行李，而安全座椅是不算在这2个行李之中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大人可以免费托运2个行李，外加1个安全座椅。check in 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给安全座椅系一个行李牌，再套上一个透明的大袋子，然后和需要托运的行李一起拖走。可能其他航空公司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定，特别是一些廉价航空，所以建议大家出行前和航空公司确认好。3、提前登机。带2岁以下宝宝坐飞机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可以享受提前登机的待遇。一般来说，这种待遇是给头等舱、军人、残疾人等的。提前登机的好处呢，就是考虑到比如说带宝宝可能会大包小包的，还有婴儿车什么的，而且一般带宝宝都会建议坐靠窗的位置，所以提前登机可以更方便的放随身的行李，安顿好宝宝，这样其他的乘客登机以后就可以更快的坐好，准备起飞。同行的人都可以一起提前登机，比如说这次我家是3个大人带陈英俊，所以我们是4个人一起提前登机的。4、婴儿车，一般带宝宝出门都会带婴儿车，坐飞机也可以。那么婴儿车上飞机，大家一般想到的都是那种可折叠比较小的婴儿车，可以放在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，这种当然是可以的。我们带的婴儿车比较大，是没有办法放在行李架上的。我们在登机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问我们这个婴儿车可以拆成几个部分，我们的是2个部分，然后他就写了2张行李托运的牌子，分别挂在婴儿车的那2个部分上。然后登机走到飞机门口的时候，把婴儿车拆成那2个部分，然后放在门口就好了。会有工作人员把需要额外托运的行李都拿走。下飞机的时候就到门口去等，会有工作人员把婴儿车拿出来。5、安全带。安全带的问题我以前居然没有考虑到过，我是上了飞机给自己系安全带的时候才反应过来。因为宝宝坐在我腿上，所以我就顺手把安全带系在我们2个人的身上，但是空乘经过的时候特意告诉我，我的系法是错的，安全带是应该只系在我们大人身上的，然后我们只需要把宝宝抱好就可以了，不要给宝宝系安全带，避免在出现紧急刹车等意外情况下，安全带过度勒到宝宝的脖子或者是腹部，造成伤害。6、降噪耳机。飞机上的噪音比较大，尤其是起飞的时候，很多宝宝会因为不适应或者是耳朵不舒服而哭闹，所以我准备了降噪耳机。我买的这款伸缩比较大，大人小孩都可以戴。我自己戴上就觉得降噪效果挺好的，而且这种包裹式的不会压迫耳朵，也不会勒到头。但是我家陈英俊坐飞机的时候全程都很兴奋，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，他也不想戴这个耳机，所以这次完全没有用上。不过家里备一个这样的降噪耳机也挺好的，如果带宝宝去看演唱会、航空展、球赛什么的，就可以给他戴。7、安抚物品。宝宝长时间在飞机上，难免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无聊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些他喜欢的东西来安抚他，避免造成哭闹的灾难现场。比如说宝宝喜欢的玩偶、睡觉的毯子或者纱布巾、玩具、书以及零食、水果等等。那么飞机上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呢？比如说飞机安全须知卡，陈英俊拿着它看了好久，一直在念飞机、叔叔、阿姨什么的。这个什么？飞机呀，飞机。这个呢？飞机。
有飞机上的杂志，里面图片很多，可以慢慢看；还有飞机上的小电视，可以看儿童频道，会有动画片什么的，以及窗外的一切。陈英俊在起飞前一直好奇地看窗外，比如说其他的飞机、机翼、地面的工作人员、工程车、行李车等等，每个他都很兴奋。起飞的时候也一直看窗外，一边感受速度，一边看窗外嗖嗖飞过的灯和房子。另外呢，在飞机平稳飞行的时候，也可以带宝宝去洗手间那边，那儿比较宽敞，可以走一走、看一看、活动一下。另外呢，补充一下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能不能带宝宝的水上飞机？宝宝喝奶粉怎么办？这里我指的主要是过安检的情况。这个问题呢，美国和国内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。在美国，根据 TSA 的官方网站，奶粉、母乳、toddler 饮料，这里我讲一下 toddler 的官方定义，是指2到3岁的儿童和婴儿食品超过3.4盎司或者是100毫升是可以放在随身的行李里面的。以上这些饮品和食品被看作是医用液体，并且携带以上的饮品和食品是不需要有小孩在身边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大人没有小孩随行的情况下，自己也可以带着以上的饮品和食品过安检。在过安检的时候，是需要告知 TSA， 也就是安检的工作人员，并且把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过检。TSA 可能需要检查或者检测这些饮品和食品。官方建议是把这些饮品和食品放在透明可视的容器里面，不过不要放在塑料包装里面过安检。这里我想讲一下我朋友的亲身经历。我朋友带着几个月的宝宝坐飞机去夏威夷，带的奶是小瓶的水奶，带了很多。他们在过安检的时候， TSA 把每一瓶水奶都打开来检查，因为水奶的瓶身是不透明的，看不见里面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水奶是密封的，它瓶身上写着一旦打开48小时以后就不能喝了，所以这些水奶都被打开以后，大部分都不能喝了，只能扔掉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出门如果带水奶，不要带太多，最多48小时要喝的量就可以了，其他的就去目的地再买。另外很多人说可以带奶粉，用飞机上的热水冲泡就可以了，但是我注意到有些人发文建议不要喝飞机上的热水，因为飞机上的热水壶很脏，国外喝热水的人很少，他们也不会经常清洗这些设备，所以我还是建议不要用飞机上的热水冲泡奶粉。如果你可以去航空公司的贵宾休息室，可以用那儿的热水，因为那里会比较干净，所以最好还是带适量的水奶，比较方便又不会浪费。国内的规定是，所有的液体，包括装液体的容器，超过100毫升都是不能过安检的，不管是不是给婴儿的。过了安检以后，很多地方都可以接到热水，或者在飞机上找空乘要热水。国内喝热水的人很多，飞机上的热水也会比较干净，所以就带奶粉去冲泡就好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些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或者补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And I've been feeling blue, you're the one